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幸福的眼泪。今天做的这个可不是蛋糕哦，是北海道双层芝士面包，哈哈，有没有被骗到？前几天啊，我突发奇想，这面包做来做去，感觉都是那些个样子。我想着是不是可以结合蛋糕的造型改变一下，让面包看上去更高逼格，所以就有了今天的这个北海道双层芝士面包。如果刚好你家里有人不爱吃蛋糕，非常喜欢吃面包，他过生日的时候就可以做这个来给他庆祝啦。今天还是用的100%中种法来做这个面包，节省时间，面包也松软好吃。先把屏幕上的这些材料放在一起，揉成面团，室温发酵半小时到1小时。揉好的这个中种面团是稍微有些干的，这个是正常的。面团在室温下放置一会儿，变大了一些，然后再放到冰箱里冷藏1晚上。等我睡醒一觉，这个面团就发好了。第二天早上可以看一下，面团扒开以后有很多蜂窝，这样就说明已经发好了。然后再把其他材料加进去，除湿机5档揉12分钟。面团从冰箱里拿出来就揉面，不要回温。揉面必须要控制好温度，才能揉出结实的膜。揉到这样破洞有锯齿的膜，就可以加入软化的黄油了。加入黄油，先用3档揉5分钟，然后再转5档揉2分钟。最后揉到这样子的膜就可以了。揉好的面团温度不要超过26度，然后给面团称一下总重量，给它平均分成2份，一份给它滚圆，盖上松弛，另外一份加抹茶粉和少量的水揉成绿色的面团。最后给它揉均匀就好了。揉好的面团松弛10分钟就可以整形了。这个整形也很简单，准备一个8寸的圆形模具，底下铺上油纸，没有这种不粘膜就用戚风模具，边上也铺上油纸就行了。先把绿色面团擀开，擀成和模具一样大小的圆饼，放在模具里，再稍微整理一下，让它都铺满模具底部。白色面团也是同样的整形方法。这个面包整形是不是真的很简单？压成饼就可以了。放在绿色面团上，用手压一压，让白色和绿色的面团能衔接得更好，最好中间不要有空的地方。然后就盖上，不要超过35度发酵就可以了。等它发到模具的8分满就可以烤了。在上边放上一张油纸，压上2个烤盘，放入烤箱下层，上火160度，下火180度烤25分钟左右。烘烤结束取出来，震一下模具，然后把面包脱模放在晾架上晾凉。哎呀呀，它怎么倒不出来呢？哎呦呦，瞧我是笨的呀，它是活底模具，推一下就可以了。脑子跑哪里去了？还要把底下的油纸揭下来晾凉，要不然会有水汽的。这个时候我们来做一个抹茶海绵蛋糕，蛋清里加糖打发，打到快接近戚风的状态，然后加入蛋黄，搅打均匀，再筛入低筋面粉和抹茶粉，翻拌均匀就可以了。我把面糊挤在了杯子蛋糕里，因为用不完的话还可以直接当杯子蛋糕吃呀。放入烤箱的中层，上面可以放一个烤盘隔热，这样烤出来的蛋糕表面就不会变色了。上下火180度烤15分钟就可以了。出炉以后用签子插一下，没有面糊带出来就熟了。然后差不多3、4个蛋糕就可以，给它掰开晾一晾，让它快点变凉，也可以吹干一下，这样一会儿好打成蛋糕屑。奶油奶酪提前室温软化，给它搅打顺滑。如果你喜欢吃比较明显的甜口味的，奶酪里还可以再加个8到10克糖。打顺滑以后再加一点牛奶，这样它会更软一些，更好抹在面包上。打匀就可以了，然后把蛋糕给它打成蛋糕屑。没有机器的话，可以用面粉筛，你就磨啊磨，磨啊磨。把奶酪抹在面包表面，
然后再用刮板把蛋糕屑粘在奶酪上。当当当当，怎么样？看这个外观的话，是不是真的一点都看不出来是面包？只有切开咬一口才能知道是什么。有没有一种被欺骗了的感觉？你们看啊，这个面团揉面的时候里边有奶酪，外边还有一层奶酪，而且这个配方用的就是北海道吐司的配方，改良了一下，所以它真的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北海道双层芝士面包了。面包很松软，嚼劲略小，吃着也有一点像在吃蛋糕的感觉。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可以试一试。今天就到这里啦，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，别忘了关注、点赞、评论、转发哦。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啦，拜拜。